当你看到视频标题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不是这个？不，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30年前。在国内市场上，曾经出现过一款将 Apple II 和任天堂 FC 神奇的组合在一起的电脑——中华学习机 CCG。大家好，我是 Wells， 欢迎回到极客逻辑。上世纪60年代，杰克·基尔比和罗伯特·诺伊斯发明的集成电路大大推动了半导体技术的发展，使半导体产业由发明时代进入了商用时代。1971年，诺伊斯参与创立的英特尔成功的在一块12平方毫米的芯片上集成了2300个晶体管，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款微处理器4004。在1974年，英特尔发布了更强大的8位微处理器8080。8080在第一款商业成功的个人计算机 Altair 8800中的应用，使英特尔在新兴的微处理器市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同年，当时半导体行业的3巨头之一的摩托罗拉也发布了他们的8位处理器摩托罗拉6800，它主要面向嵌入式系统市场，拥有更简化的设计、更强的处理能力和丰富的外围设备支持，这使得它在当时的市场上非常受欢迎，在工业控制、汽车电子和家用电器等领域取得了成功。不过，参与6800芯片开发的 Chuck Peddle 在与销售一同拜访客户时，敏锐地意识到，客户并不需要复杂的指令集，但对价格极为敏感。他希望能开发出一种更低成本、更具竞争力的微处理器，以便在更广泛的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摩托罗拉的管理层更倾向于维持较高的产品价格和利润率，这与 Peddle 的愿景发生了冲突。于是 Peddle 离开了摩托罗拉，加入了愿意给他机会的 MOS Technology。 与 Chuck Peddle 一同离开摩托罗拉加入 MOS Technology 的还有7位6800的设计工程师。经过1年的努力，1975年他们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Chuck Peddle 在1975年9月16日开始的旧金山 Westcon 贸易展上发布了6502芯片，发售价格是$25，仅仅是摩托罗拉6800的1/6，低成本而高性能的6502迅速收到了市场的关注，其中就有一位天才工程师，他就是 Steve Wozniak。Wozniak 在参加佳酿电脑俱乐部活动时，了解到了微处理器的存在，便一直梦想着自己做一台个人电脑。当他在 Westcon 看到6502时，瞬间就确认了这是他梦想中的芯片。于是 Apple I 就这样诞生了。1年后，Wozniak、Jobs 把开创个人电脑时代的 Apple II 推向了市场，6502自此开始席卷个人电脑世界。随着芯片技术的成熟，上世纪80年代初，电子游戏行业经历了快速增长和普及。在大洋彼端的日本，正向游戏领域发展的任天堂也想在这个蓬勃发展的行业中获利。总裁山内溥意识到，电子行业技术的突破意味着娱乐产品可以以更低的价格生产。山内要求上村雅之开发一款优于竞争对手、价格低廉、能够广泛被家庭采用，并且至少1年内难以被竞争对手复制的系统。于是1983年，颠覆电子游戏行业的 Family Computer 上市了。任天堂 FC 前端有一个15帧的扩展口，手柄则是继承自 Game & Watch 的10字方向键设计，而处理器方面则使用了理光的 RP2A03。事实上，这是一款未经授权的6502的修改版本，删除了6502的 BCD 模式，但又增加了 APU 的功能。任天堂 FC 可以通过更换卡带来玩不同的游戏，首批发售的游戏广受好评， FC 的人气不断飙升，到1984年底成为日本最畅销的游戏机，这被称为红白机热潮。回到国内，11届3中全会的改革开放政策让中国与世界开始接轨。随着1984年小平同志提出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越来越多的中小学开始普及计算机教育。在四机部的组织下，清华大学主持研发了中华学习机，这是一款 Apple II 的仿制机，但售价却要便宜得多。中华学习机由各地的计算机厂生产制造，并延伸出了多种型号，其中将中华学习机的潜力挖掘到极致的，就是陕西省计算机厂改进的长安系列中华学习机 CECE 和 CECG， 尤其是集成了 Apple II 和任天堂 FC 的缝合怪 CECG 非常稀有，
网上连相关图片都很少，仿佛是传说中的存在。这台 CCG 是一位香港的朋友的，他说这台机器无法开机，想让我帮他看一下。CCG 非常稀有，说到之前我还从来没见过实物，仅在网上看到过几张清晰度不高的照片。可以看到这台 CCG 成色很差，整体脏污，发黄严重，有些按键卡滞，无法回弹。先看看外观上和普通的中华学习机的区别吧。CCG 的卡槽是用来插 FC 游戏卡的，卡槽为了防止插反做了防呆设计。主机背面也增加了游戏手柄接口和游戏机计算机模式的切换开关。原来的苹果扩展插槽移到了右侧，并增加了游戏复位开关。先上电看看无法开机的症状吧。果然屏幕没有任何的输出，把它拆开来研究下吧。打开机壳，内部有很多泥渍，感觉是泡过水。仔细看一下，几个晶阵都明显生锈了，外壳背面还覆盖着一层土，感觉是被倒扣着泡在泥水里的。拆下键盘，看来没有猜错，这 PCB 背面的泥盖得太严实了。先测下电源供电吧。那个年代的开关电源效率不高，发热较大，容易烧坏，不知道这台情况怎么样。看上去正负5伏和正负12伏都有输出，基本正常。难道是主板有问题？啊，这主板的背面也没能幸免于难，机器可能是倾斜着倒扣在泥水中。电源也一样，这板子简直无从下手啊！要检测的话，先给他们洗个澡吧。很多人认为电路板不能水洗，其实这并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不能带水加电，水中的杂质会造成短路，所以水洗后一定要快速吹干，防止腐蚀生锈，确认全部干燥后再加电。生锈的部分可以用 WD-40 来进行除锈处理。这个晶阵应该是游戏机部分使用的。脱焊了，补焊一下。射频模块也一样处理。完成后把它重新焊上。这个当做喇叭使用的蜂鸣器已经碎裂了，拆了换个新的上去吧。主板上居然还有一个磁片电容，只焊了一个引脚，感觉是当年流水线操作工工作不专心漏焊的。好了，主板上肉眼可见的问题都解决了，顺便先来看下主板的布局吧。主板被清晰地划分成了2个部分，占据较大面积的是中华学习机的部分，游戏卡槽周围的则是 FC 游戏机的部分。先来看学习机的部分，最下方的 N3065 芯片就是6502的国产版本。4006负责内存管理，4007负责 I/O 控制，4008为逻辑式中电路，4012为显示驱动电路 ，C4100 则是软驱控制芯片。在4006的左侧，2颗 HY53C464 芯片组成了 64KB 的内存。ROM 芯片一共有6颗，分别是字形 ROM、系统 ROM、中文字库和键盘映射 ROM。再来看游戏机的部分，卡槽下方的 HA6527 就是游戏机的处理器。事实上，它是理光的 RP2A03 的山寨版本，而理光 2A03 又是6502的延伸芯片，所以说这颗6527是6502的孙子芯片也不为过。和 2A03 一样，它把处理声音的 APU 也集成在内了。另一颗 HA6538 则是图像处理单元理光 2C02 的复制版本，而它们旁边分别是2颗6116芯片提供的 2K 工作内存和 2K 显存。由于主板上2个手柄接口都归属于 FC 游戏机的部分，所以
这个非线引出的一个9针接口，应该是原主人为了连接摇杆玩 Apple II 游戏而 DIY 的。从整体布局来看，这块主板仅仅是把学习机和游戏机强行拼接缝合在了一起，共享了电源和声音、视频输出电路，用一个开关来进行切换。主板清洗完成后，还有电源需要处理。这个开关明显生锈了，拆出来清洗下。塑料垫片老化开裂了，用卡片重新做一个装起来。再测一下电源供电，没有问题。给主板上电研究下哪里有问题。哎，什么情况？怎么正常开机了？切换到游戏机模式试试。看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难道是因为泡水后有泥土接触不良才开不了机的？这不给我发挥的机会啊！不管了，赶紧把键盘和外壳清洗处理好，再装起来试试。外壳和键盘发黄的问题可以用双氧水来解决。我搞来了一桶工业双氧水，绝对管够。把外壳和键帽浸泡在双氧水中，用紫外灯均匀照射，剩下的就交给时间来处理吧。等待的过程中，再来处理一下键盘的清洁问题。由于键轴焊死在电路板上，所以需要把键轴都拆焊后拆下电路板，才能清理定位板和电路板夹层中的泥土。惨不忍睹，再水洗一次吧。关于键轴的部分，每一个都拆下来清理测试后再装回去。我发现我挺有耐心的。经过1天的等待，外壳处理好了。logo 名牌的部分再补一下漆。卡槽盖板的钮簧已经锈断了，换个新的上去。效果不错。出厂标签也做个新的。把键盘装起来。螺丝用 WD-40 除锈后还能继续使用。好了，完工。看看前后对比吧。我们来完整测试下。中华学习机的部分是基于清华大学设计的版本，能直接运行 Apple Basic 程序。中文环境支持拼音和区位输入法，可以很方便的输入汉字。这相当于给 Apple II 安装上了一块汉卡，解决了当年计算机无法输入显示中文的困扰。我手上还有个当年的软驱，接上去试一下。找软盘的时候发现有个奇怪的 Apple DOS 软盘，看看里边都有啥。顺利进入 DOS 了，列下文件清单看看。哎，最后一个是啥文件 ？logo 语言的，打开看看。这 logo 的固件居然是用的 CCE 的，
陕西省计算机厂也是彻底的拿来主义啊，都不改一下。读取完成，运行一下。除了有点慢，效果还不错，你还等什么？好了，还是挑个游戏来试试吧。就选它了。这个 Dig Dug 小时候在 FC 玩过，我们叫它打气球。现在来看看 Apple II 的版本是什么样的。由于没有单独的音效和图形芯片，加上主频偏低，1977年的 Apple II 对游戏的表现力和1983年的任天堂 FC 还是有较大的差距的。那么我们再来测试下这台电脑的 FC 游戏机模式吧。为了玩 FC 游戏，得接一个15帧的 FC 游戏手柄上去。这是 Hudson 发售的第三方手柄，带有连发功能，手感不错。这次用机动摩托这款游戏来测试下。诶，没有声音。对哦，中华学习机的音频信号只有板载喇叭输出，主机没有音频输出接口。FC 电路和学习机是独立的，声音信号没有输出。没关系，其实这个问题不难。FC 在设计的时候就预留了扩展功能，有些卡带带有额外的音频芯片。因此，主机的音频信号通过卡槽中的45号引脚输出给卡带，在卡带上处理合成后，再通过46号引脚传回主机输出。所以，我们只要找到46号引脚，把这个音频信号输出出来就可以了。动手吧。好了。把音频信号也接到电视机上，哈哈，这才对位呀！在玩 FC 游戏的时候，我突发奇想，在 FC 发售后的1年，任天堂为了凸显 Family Computer 的属性，推出了 Basic 编程套件。它由一个键盘和 Basic 卡带组成，可以让孩子简单学习 Basic 语法，甚至编写小游戏。刚好我手里也有一套，能不能在中华学习机上编写任天堂的 Family Basic 呢？ Family Basic 是夏普、Hudson 和任天堂一同开发的 Basic 解释器，可以直接控制图形精灵和音乐合成器。由于随键盘发售的 2.1 版本的卡带只提供了 2KB 的内存空间，任天堂又推出了 V3 版本的 Family Basic， 可使用的内存扩充到了 4KB。 为了保存编写的程序，任天堂又推出了磁带机，通过 3.5 毫米音频接口和键盘相连，可以把程序保存到磁带上。就这样，游戏机、卡带、键盘和磁带机组成了一套完整的编程系统。那么中华学习机能不能使用呢？我们来试试。没错，我视频的片头就是截取自 Family Basic 的启动画面，你也许以前见过这个画面。90年代国内的小霸王、金字塔等学习机事实上都是山寨的 Family Basic， 有些甚至连这些细节都没有改掉，全盘复制了。我之前在 FC 上编写了一段控制 FC 特有的图形精灵和声音芯片的程序，并把它保存在了磁带上。
用中华学习机读取出来看看是否能正常运行。虽然这台 CCG 可以学习 Apple Basic、汇编、Logo 语言、运行 Apple 应用程序、中文软件、玩几乎所有的 Apple II 游戏、FC 游戏，但是90年代 PC 已经开始在国内普及，大部分高端的需求都开始转向 PC， 而低端的教育市场被后来的小霸王们用低廉的价格和过得去的质量所占领。这台在当年需要花费1000多、定位奇特的神机，最终只能落寞离场，留下的只有学习机江湖的神秘传说。